3月16号，在库尔斯克战役的最后阶段，俄军的胜利来得过于戏剧性了些。毕竟苏贾镇以下20多个定居点，其实呢没怎么打就拿下了。现在他们要把边缘乌军挤出去即可。为了找补这边的战况，乌军转移到了红军城和托雷斯克，并接连打出了6连胜。这是否属实呢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乌军最近在红军城和托雷茨克这2个方向反击比较猛，而且获得了不错进展。咱们分开来看，先说说红军城这边。其实红军城呢是常规的拉锯战，乌军打进来，俄军再打过去，然后乌军再打进来，这个点不行就换个点，连续在俄军的突出部周围尝试。乌军在这边打了5个村镇，因为反复争夺，所以一手几次的都有。村庄的控制程度变化也挺快，太过详细的战斗流程就不说了。咱们以现在的状况对比乌军反击前的情况来说，首先是乌斯佩尼夫卡村，原先俄乌两军是各占一半，乌军曾一度将该村全部拿下，但后来俄军又打了回去，现在呢仍然是一半一半。接着是乌达奇涅村，俄军原先是占据了东半个村子，后来乌军又将俄军赶了出去，成功收复。接着是科特林村，乌军曾从不同方向打进来，但俄军后续进攻太猛，又重新恢复了控制。在皮什查内村，乌军冲下了该村的大半，可是俄军并没有完全退出。最后是舍甫琴科镇，这是乌军进攻的重点，也冲下了大半，但俄军防守很顽强，村子再次成为了5-5开。我们看这5个村镇的分布啊，不难发现，这个突出部对于红军村很危险，乌军很想把这里全吃下去。但仔细看的话呢，想要完全拿下这个突出部，至少需要占领长宽各约7-8公里的区域，以及该区域内的将近10个定居点。如果这目标达成的话，红军城大捷没有问题。不过乌军从2月开始反攻，真正收益的只有前面说的那几个地方，甚至有的村子只拿下了半个。咱们退一步来说，即便5个村子全部交给乌军，其实突出部还是处在争夺中，未能得到本质的改观。咱们客观一点来说吧，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中部集群的继续推进。1个多月以来，俄军集群未继续前推，不管俄军那边怎么打，但战线不会骗人，就连俄军自己呢也没脾气。其次，乌军在反击过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收益，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暂时确保俄军不会直入焦煤矿或者西进到第聂伯罗州。而舍甫琴科战略地位极其重要，乌军能冲进去并且保有现在的立足点，只能说很强悍。这里大兵啊还得说一下，咱们轻飘飘几句话就说完的战斗结果，事实上都是突击部队付出了相当代价才取得的，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的部队。另外，红军城这边还有2个点要说一下，一个呢是红军城南的利西夫卡方向，一个是南边的另一个突出部。关于利西夫卡方向有关乌军反击的信息，不过这边事实上啊是信息迷雾，更大的可能还是日常冲突和对峙状态，战线上没有什么变化。南边的突出部其实乌军也在反击，只不过这边没有打进村子，在评估战况后暂时转入了对峙状态。总的来说，红军城这边的情况，俄军没能继续推进，而乌军在发起强势反击，双方前沿处于激烈争夺中。那么咱们接着再来聊托雷茨克。托雷茨克的体量呢比阿夫迪夫卡略大，战前人口约35000人，这里被俄军攻占是自2022年6月北顿双子城易手后，正牌俄军攻下的最大城市了。这个胜利的获取难度值是比较高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托雷茨克既没有被俄军3面包围，也不在接触线上。另外，这座城还有3个卫星城，分别是人口约1万人的基罗韦、约5000人的扎利兹内，以及1800人的德鲁日巴。这几个村镇跟托雷斯克是紧挨着，而要按照恰索夫亚尔那种城区算法，至少这是个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结合体。俄军想拿托雷斯克，就得先把前面这些村镇都啃掉。除此之外，这座城的面前还有一道防线，皮夫登内舒米运河泵战线。这条防线呢，
乌军从2014年起就在经营，俄军强攻纯属是送人头，而且这座城还不吃两翼夹击，因为一边是乌军稳控的运河线阵地，一边是纽约镇，只有吃掉纽约镇，俄军才能摸到托雷斯克的南大门，但也仅仅是摸到而已。所以大兵才说这仗是真的难打，俄军一直把这里放到最后才打的老战线，而这也是乌军敢将原守军主力从此处调走的前提。因为俄军就算是打这里，乌军也能在第一线阵地尚未全部失守前，在就近调兵增援，基本态势还是能稳住的。但是乌军是万万没想到俄军玩阴的，他们集结了一部分地道战专家，这是一批老兵组成的突击旅，挖通管道绕过了乌军的第一线阵地，直接突入到第二线，才令乌军陷入被动。但尽管被动，也只是过快丢了第一防线，并突入到了第二防线。乌军后来还是赶来增援了，所以到了2024年8月时，俄军才开始正式进攻托雷斯克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像咱们前面说那样，俄军有正面进攻的实力吗？结果让乌军惊讶，俄军在这里总共就投入了第51集团军第1摩步旅、第9摩步旅、第132摩步旅，再加上挖地道的突击旅以及几个顿巴斯当地的动员团。乌军见势不妙，也先后投入超过10个旅以及7个突击特战营或团，也就是这边的顿军实在是战斗力比较强，再加上本地作战的加成，才最终将乌军给推了出去。但这一过程呢，并不轻松。从24年8月下旬持续到了25年2月初，打了小半年时间，并且面对的乌军并不是菜鸟，不论是亚速第12突击旅，还是国家警察的 LYUT 突击旅，都是各自系统的王牌。虽然第100机步旅是领土军升格，但战斗力不差，还配备了黄鼠狼步战车和布雷德利战车，比许多新军和老牌部队的装备都要强很多。为了强化城区防御战能力，乌军还特地往这里调集了不少的特战部队。所以在俄军宣布占领了托雷斯克城时，这个方向的乌军仍然是有相当实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俄军是如何防守的呢？按照一般部署，俄军占领托雷斯克并不是战役的结束，因为这样的城市日后必然是要发挥基地城作用的。基地城不应处于接触线前沿，而应当在战线后一定纵深内，所以俄军应当在托雷斯克周边继续开拓，起码控制一定范围的安全区，在城区之外建立防线，这样至少不至于让乌军轻易就可冲入城内。然而在这项工作完成前，甚至说还没有开始做，俄军就进行了大规模调整，而这个调整从根本上说跟中部集群的力量不足有关。因为中部集群的建制为2个集团军，也就是1个坦克师、1个摩步师、5个摩步旅、2个突击旅和几个动员团，外加大半个顿军，即51集团军4个摩步旅。按照俄军原先的战线长度来看，这个兵力阵容是够用的。但是到中部集群推进到红军城东，再向南横扫和向西挺进后，战线已经拉长了好几倍。同时托雷斯克这边呢，也发展成了战役级行动，并且两边都是长时间的攻击，对兵力的需求很大。当战线大幅延长后，要防守的方向就很多，无形中就削弱了进攻的拳头力量。中部集群主力在红军城下的停滞，很大程度上是兵力不足的结果，当然也有乌军的功劳。他们在中部集群负责的战线上集中了30多个旅，占全军战斗旅的1/3。虽然两军满编率不足，但是同为进攻方的俄军需要1个旅对乌军2个旅，可以说兵力有多大优势肯定是谈不上的。然而在这种状态下，俄军在托雷斯克刚收尾时，就将第51集团军第1摩步旅匆忙地调往了红军城方向。而由于库尔斯克战役的需要，挖地道的突击旅也被调走了，这样俄军主力就只剩下第132摩步旅。纽约镇方向呢是第9摩步旅，就这点部队跟对面依旧兵力雄厚的乌军对战，当然是不够用的。尤其是第132摩步旅急需休整，俄军内部其实也明白情况，设想的方案是将阔拉霍沃西作战的第8集团军调来，为筹备后续的红军城战役。该部之前指挥的顿军第5、第110摩步旅已经到了红军城。
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十字路口方向，但兵力显然还不够。俄军第8集团军下辖的第150摩步师预定到了托雷斯克方向顶位，而第20摩步师则在西翼作战。这么一来，防住乌军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可想法很好，但是换防需要时间呢。而且前面提到的，俄军被调走时，根本就没来得及为刚拿下的托雷茨克开拓外围阵地，甚至周边的矿渣山还在乌军控制下，这就给了乌军进城的机会。如果还是当地的第51集团军，有点死守不退的风格的，毕竟这帮人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。不过现在换上来的是俄军第150摩步师，这个师也是俄军的王牌部队，但他的打法风格不一样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乌军突然进攻而来，他会避免直接跟乌军贴脸肉搏，而是会后撤一定距离，先脱离直接接触，然后使用无人机炮火打击乌军，再派出步兵进行清理。尤其是像托雷斯克这种外围防线尚不稳固的情况下，第150摩步师的这种风格会更明显。而且因为该部的跨区集结需要时间，这个也影响了前线战况。所以我们看这次托雷斯克的作战流出的大量视频，都是近程乌军被炮击和无人机打击的画面，而非直接的短兵相接。事实上，第150摩步师这样的部队呢，即便是短兵相接，也不太愿派出自己的步兵，而是会让当地步兵先上。无论是马里乌波尔之战，还是该师在马林卡到库拉霍沃的作战，其实都是这样。现在这边的当地第132摩步师在休整，自己一个整建制师过来，还让别人先上，那就有点不合适了。这活啊，还得自己干。不过以他的节奏来说，太慢了。那么说完俄军，我们再来看看进攻的乌军。乌军目前还留在这里的部队呢，是国家警察的 LYUT 突击旅、卡扎克旅第138特战旅、国民警卫队第5机动旅、亚速第12突击旅、欧米加特种部队第1、第4突击队、第42机步旅、第100机步旅、总统旅第53机步旅、第92突击旅、总参第101旅的各一个营、第1领土旅、第125领土旅以及大约另外的3个领土营。此外呢，还有第22特战营、第49突击营以及支援的无人机、炮兵部队。值得一提的是LYUT 突击旅是有4个突击团和若干独立营的，和普通的乌军编制不一样。以上乌军折合出来也有10来个旅的体量。虽然一些单位受损严重，但肯定还是有可用之兵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乌军大胆入城，从托雷斯克的北、西、西南3个方向展开全面突击。乌军最先占据了托雷斯克北部的外围地带，然后占领了城南的扎巴尔卡区的西部。之后，乌军继续加大投入，渗透到了托雷斯克更多区域，利用俄军换防的漏洞，派出了多路渗透小队进城，破坏了俄军的稳定接防，并建立了外围防线的节奏，将托雷斯克拖入到了拉锯战状态。在战术上是成功的，即便付出了代价，但是相较这个战术成果也是值得的。俄军的兵力不济是托雷斯克方向出问题的基本背景，部署不周和换防漏洞则是直接原因。根据现实情况来说，乌军是有激进和保守2个办法。激进一点呢，是加大投入，跟俄军在中心城区肉搏，并攻占更多区域；保守的就是尽量守住当前占领区，并保持这种状态，使得俄军无法将托雷茨克转化为基地城，最终达到阻止俄军进攻脚步的目的。不过对于乌军能够全面收复托雷茨克，大兵认为并不太乐观。毕竟大的背景放在那儿了，对于俄军来说，第8集团军部队全部到位后，驱离城内的乌军，并在外围建立防线是必须要做的。第150摩步师只是节奏慢和不太愿意进战，但并不代表该部队是不能打近战。所以托雷茨克方向在稳住阵脚后，俄军必然还会反推。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第8集团军的第20摩步师有部队已经出现在了红军城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之间的路口区。乌军应当保留一部分机动兵力，以应对这个方向可能的情况。以后会是什么样，留给时间做验证吧。好了，俄乌战况就说到这儿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